所罗门王的宝藏究竟藏在哪里？各方猜测扑朔迷离。但根据旧约全书记载，所罗门王每3年就要出海一次，而且每次都能满载而归。于是大家纷纷猜测，会不会在茫茫大海的某个地方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金矿？至于这份宝藏和澳洲有着什么样的联系，这就需要让我们从一系列的故事说起。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，毕达哥拉斯从数学和几何学的角度推断，大地应该是一个和谐的球形。而在此之前的2-3千年文明中，我们的祖先都认为自己生活在一片平坦的大地上，而世界的尽头可能是万丈深渊。100多年后，细心的亚里士多德在海边漫步，突然注意到帆船远去时总是船身先消失，而归来时则先露出桅杆。如果在夜晚向着北极星长途跋涉，每当仰望星空，之前的星星总会逐渐消失在地平线后，而前方又会有星星升起。而且在观看月食的时候，还一度怀疑那个黑影就是地球的形状。这一切的现象恰好可以解释之前老毕的推断。而比较之下，此时另一头的中国法家刚刚提出了天圆地方的说法。之后麦哲伦环球航行以及卫星照片都一再证明了地圆说。不过即便到了2020年的今天，仍然有上百万人认为这是一场骗局，甚至还有人因为地平说而丧命。总之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方人大多都认可了地球的形状，只不过还没有想通为什么我们不会走着走着头朝下的掉下去。又到了500年后的公元2世纪，古罗马伟大的学者托勒密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平衡大陆理论。他预言南半球应当还有一片大陆，这样才能保持南北半球的平衡。于是在地图的印度洋南面添加了一块标有拉丁语 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 的大陆，意为未知的南方大陆。 Terra 和 Earth 一样，本意都是泥土的意思。中国的兵马俑在国外就被称为 Terracotta Warriors， 意思就是烤熟的泥土战士，而熟悉的 Australis 意思就是南方的。从此寻找这片想象中的大陆便成为了欧洲人前仆后继的动力。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，为了证实南方大陆的存在，欧洲人开始频繁进入太平洋，可惜最终都无功而返。直到在秘鲁偶然听到一个传说，南太平洋上有一个黄金岛，它的附近就有一块大陆。此言一出，人类的贪欲已经足够克服任何的艰难险阻。于是1567年，一群西班牙航海家从秘鲁出发，首次到达南太平洋。4年，果然在一个小岛上发现了挂满黄金饰品的土著人，欣喜若狂，认为这里就是金矿的所在地，并命名为所罗门群岛。可惜在接下来的3个月搜索中，他们一无所获。但是秘鲁的传说并没有错，其实那块未知的南方大陆就在此不远的西南海域，只是这时他们并不知道，欧洲人1000年的回眸换来了第一次擦肩而过。20年后，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，于是这项寻访的任务又移交到了英国和荷兰手中。1606年，一名荷兰人最早到达了南方大陆荒凉的北部，除了见到一群在海边裸奔的男人，仍然一无所获。不过这次登陆可以说是继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又一重大的地理发现。有趣的是，他和哥伦布一样，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发现的是哪里。此后不久，荷兰人继续以盲人摸象的方式在大陆西北边探索着，并最早将其命名为新荷兰。当时的欧洲奇幻小说中也到处充斥着寻找南方大陆的历险故事。又过了100多年的1770年，传奇的库克船长到达了新荷兰东海岸，以英国君主的名义宣布拥有此地，并正式开始在新大陆进行勘探。终于在1817年让这片大陆实至名归。由于在拉丁语里用阿和伊亚结尾来代表一个地方，所以就像我们的秦变成了 China 一样，人们把 Australis 变成了 Australia， 即澳大利亚。这也是如今很多地区和国家都被称为各种亚的由来。此时南方大陆的1000年寻找已经尘埃落定，而南极洲的企鹅只是在一旁发出呵呵